Hello，各位小伙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红旗非凡 S5 Pro 的测评。这是台商务范的轻薄本，搭载的是12代 Intel 酷睿处理器 i5-120P， 支持 DDR5、雷电4、WiFi 6等最新的平台技术。简而言之呢，就是给的非常的多，为了给大家带来最真实的使用感受。那么自从6月11号收到这台电脑之后我每天都在使用。我会从外观设计、性能测评和使用感受这方面来介绍这台笔记本。那么所以各位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完我这个视频，绝对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么不要忘了3连哦。先从外观说起，那么这款笔记本呢是带翠绿加上一户一金的电镀边框设计，整体非常的简约，侧边镀金呢又带了一点奢华感。那么看到它呢会眼前一亮。左侧为2个雷电4接口、USB 3.2 接口，还有一个 HDMI 接口。雷电4接口呢也向下兼容雷电3接口，它可以正确的识别并使用我的雷电3硬盘盒以及菊花链在硬盘盒上的10级雷电网卡。右侧为 3.5 毫米耳机孔和另外一个 USB 3.0 口。那么我本来想说如果你有雷电设备支持充电的话，可以少带一个充电器。但是我接入显示器之后发现测试过程中它的一个电量一直在减少。那么我现在用的显示器是支持90瓦供电的，在我 MBB 中也可以看到90瓦的供电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又把那个宏基的65瓦充电器也接上 MBP， 也是能看到65的供电。这下我就有点迷茫了，不确定是供电设备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那么知道的大牛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么像我这样全套雷电设备，但是笔记本只有2个雷电口，其中一个只能充电的话影响还是挺大的。外观设计最让我惊艳的并不是它的配色、精密的切割，然后电镀工艺这些。惊艳到我的呢是它笔记本开合的那个倾斜翘臀设计。那可以增加通风，有助于散热。看到这个设计简直就是让我热泪盈眶。因为我 MacBook 过热降频的关系也找到了好多的散热方案。我有买过这种垫脚，垫在那个 MacBook 下面可以改善散热，但是特别麻烦，你笔记本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都要调整。后来我就放弃使用。宏基这个设计解决了这个痛点，甚至呢键盘也会倾斜一些，打字的时候呢体验更好，既美观又实用。打开笔记本之后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块 2.5K 的屏幕是我最喜欢的玻璃屏。这种屏幕呢显示效果最好。我当时去买苹果那块 6K 的显示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玻璃屏。这个玻璃屏呢还可以触控，不过我自己的日常使用中还没有找到使用它的一个场景这块屏幕并不能反转，也没有办法当平板使用，更不能去写画画了。而且我特别讨厌在屏幕上加上手指，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会怎么去用触摸功能。那么我这边呢也对这块屏幕做了一下矫正测试，可以看到结果到达了那个官方宣称的 100% 色域，平均的精准度呢也在 0.74， 作为一块非专业的屏幕素质相当不错主要是玻璃屏看着舒服。顺带一提呢，这块屏幕的亮度也有500尼特，测试下来在第3档的亮度是96，第4档亮度是117。最高亮度是466。一般的色彩控帧标准都是在100和120的亮度，所以你使用的时候呢，在第3、第4档你去看那些视频图片效果是最好的。那么疫情时代经常远程办公参加视频会议，你去观察现在的数码芯片很多都增加了抗疫相关的一个特性这款笔记本呢也不例外。宣传页上面有提到抗菌材料还有那个 Full HD 的摄像头也针对弱光环境做了一些优化。那么矿晶我是没有办法去测试，但是摄像头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会把音视频都切到笔记本。那么先看一下我房间的布局前面是2个摄影灯，左边是窗户，天花板呢是一个吸顶灯。我会在三种灯光下做测试，一种是我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摄影灯开的情况，第二种就是白天开窗加吸顶灯的情况，第3种就是只开灯然后模拟晚上。那么我录制的软件是 OBS， 用它来捕获摄像头，然后所有的参数都是默认的。OK， 好，那这是我只开了2个摄影灯的一个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OK， 然后呢，我现在把顶灯开了，然后还把那个窗帘也拉开了。旁边可以看到明显有窗来过来的我的脸上的油光。OK， 然后呢，我现在呢就只开了一个顶灯，可以看到我鼻子上面
开始有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就剩下键盘还有触摸板了。那键盘的敲击感呢，中规中矩，没有明显的优缺点。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些有些内凹的按键，这样打字的时候呢更会贴合一些，会舒服一点。那么该键盘也有背光的功能但是因为视角的关系我经常可以看到按键下面的 LED 灯，那么在暗光的环境下比屏幕还要亮，会有点刺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散热设计的关系这个键盘部分它也是可以细分的，所以键帽比较高。那此外呢，背光也会自动熄灭，你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并不会一直打字，很可能看文章或者在思考，然后过一会儿它就灭了，那你要再次打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精准的定位我也没有找到设置常亮的方法。然后呢它的 F1 和那些功能按钮它也没有一个锁定的方式，我个人喜欢锁定功能键防止误操作。然后开机按钮它是带指纹功能的，开机和解锁都非常方便。我们可以在系统设置中在账户登录选项中进行指纹的设置。触摸板集成的左右键可以看到下半部分按下去是机械式的。如果你要在外接显示器那么建议在触摸板设置中把移动速度调到最大，不然你会发现光标从一个屏幕移动到另外一个屏幕的时候大概率会滑动多次。那么其他一些触摸板的反馈式机制也可以在这个页面设置。那么建议把轻触单击取消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误操作的一个设置。如果这块触摸板还能大上一圈，那么使用体验也会上升一档。当然很多小伙伴呢会选择使用鼠标你可以在 F1 的功能键上关闭触摸板。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说完了，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性能。作为一台轻薄板我觉得它可以满足你日常居家、办公、学习需求即可。至于游戏、3D 渲染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型应用这不是该它做的事情。那我要玩游戏呢，可以用我3090的台式机。我要部署各种环境、各种虚拟机做测试我可以用我40核至强，然后256G 内存的服务器去搞定。那我对它的要求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不要给我出幺蛾子就行。当然我还是去跑了一些实际应用，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那本视频中的性能测试部分都是基于开启性能散热模式以及把电源模式设置为最佳能效的一个模式下完成的。这里顺便要跟大家说一下设置的方法。红旗自带 F1 加 F 快捷键，可以在安静、均衡、性能3种散热模式中切换。然后我们进入电源设置，在电源模式选项中选择最佳能效。那 CPU 是轻薄本的核心，我们先用 CrossMark 来做一个标准测试，方便大家有大概的了解。那 CrossMark 呢是一款免费的软件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然后测试一下自己的机器呢，来跟我的测试做一个对比。那可以看到我这边有2个测试结果，较低的分数是我当时忘了把电源模式改为最佳能效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它的分数会低一点，可以看到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再来说一下游戏，如果你买个核显的轻薄板，然后心里还有玩游戏的念想，那真的是不可取的。真的想玩游戏的话，最好去组 PC 或者直接买游戏主机，最次也得是一个游戏本。没有读写的轻薄本直接放弃就可以了。那我最近一直玩的暗黑2重置版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测试之前呢，我又看了一下官方的硬件需求，那感觉还好对吧？不过你千万不要低估它对资源的一个耗用。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台式机的一个画面，那么我默认的画质是极高我个人感觉重置版的画面还不错。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最后放烟花的那个场景可以看到我的3090的显卡占用直接飙到了100%，相当的夸张。然后我们在 S5 上看一下结果，图像质量呢一共4档，即使我调到最低2.5K 分辨率下，帧数也只有14到20，几乎没有办法正常游戏。那么 1080P 下是25到30帧，那么非射击游戏倒可以玩一下
然后呢，我把分辨率调到最低1280×720，能看到有41到54帧。不过你玩游戏的时候可能要准备一个放大镜，因为暗黑啊，它竟然不能低分辨率全屏啊，这个真得差评。那么其他游戏呢，我也不用去测试了，意义并不是很大。那你非要玩的话，只能去选那些对显卡没有要求的小游戏。S5 的硬盘是西数的 SN810，那跑分的速度呢还行，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传输稳定不掉盘才是关键。我们把硬盘赛码看一下。那我手头呢，外置设备啊，最高速度只有500兆，所以我使用本地万兆网络进行测试。那么我建立了2个目录，分别是 112G 和 165G， 对应我笔记本末端2个分区的剩余空间。然后啊，我从网络拷贝这2个目录测试了2遍。那么刚开始啊，均为万兆网络的速度就满速，基本上是900到1G 之间。那么随着缓存消耗以及硬盘空间的减少，传输100G 之后啊，速度明显下降。那么由刚开始的800兆到700兆，第一个文件夹复制完成之后啊，马上又接着另外一个文件夹复制。那么可以看到，到最后呢，它是稳定在500到600兆之间。那我手上啊没有其他同规格硬盘的一个数据。不过这个速度呢，我也是完全能接受，最差也有500兆每秒，日常使用的是足够，毕竟我自己外接的 SATA 硬盘也就500兆的一个速度。你去看这台电脑宣传资料，会有提到无线网卡是 WiFi 6的，那么会比 WiFi 5快3倍，这句话不能说它错，但这只是理论数据，你可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了。我用我真实的环境分别对关闭 WiFi 6和开启 WiFi 6进行网速测试。那么控制 WiFi 6开关的设备是我华硕 X86U。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开关 WiFi 6的选项，开启 WiFi 6的时候呢，我会把一个频道带宽会限制在160。那么我的路由呢在离电脑2米远的空心墙里面，带宽是1000兆。那么我每种测试啊都会做3遍，选最优结果。那么最终关闭 WiFi 6的一个速率啊是712 Mbps， 那开启 WiFi 6呢是948 Mbps， 这几乎是1000兆带宽的极限了，快了 33%。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续航。那续航这块呢，我本来想自己手工测试，每天用2-3个小时来看看耗电。但是每个人使用场景不一样，我这边得到的结论在你那边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最终呢还是使用了 PCMax 来做续航的标准化测试。跑完续航是9小时45分钟，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这里我还是得跟大家说一下测试的细节。那我是在电脑满电，屏幕亮度调到3档，关闭声音以及 WiFi 电池模式为节能的状态下做的测试。那么我使用的是现代办公的一个默认配置测试然后观察下来发现 PCMax 这边它的一个测试也是挺鸡贼的比如它每次开启应用都是一个，但是你日常使用过程中肯定有好几个应用一起并行，那可能光聊天软件你就开了4-5个，浏览器呢也开了 N 个标签，然后呢它测试过程中模拟空闲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比如说每10分钟就有6-7分钟空闲的一个时间，我感觉也就开会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否则默认时间也太长了。而且即便我空闲状态我也不会把我开启的应用程序全部关掉，所以标准测试和你实际使用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那根据我这些天的使用实际的续航5小时左右还是 OK 的。最后来说一下散热，那么作为一款轻薄版，我最担心的就是散热。前文已经提到我们的 CPU 是 i5-120P， 那 P 系列呢还是偏向计算性能的。那么我在测试过程中不管是轻度使用还是压缩文件这种重度使用，那整个系统表现非常的平稳，也就是说整个电脑它是可用状态。我有在标题说它胜过了我的16寸 MacBook，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你可能真的是不清楚我手上这台16寸 MacBook 有多离谱。那它是19款的，那也是最后一代 Intel CPU 的 MacBook。那当时出来呢我就买了，然后 CPU 内存还有显卡3下我都拉满。买时候呢我是想把我所有工作流都放在这台电脑完成的，但是因为散热的问题，这台电脑一热就罢工。那只要天气热，你放在桌面上，然后再接1到2个显示器，连基本看视频或者录制一个桌面做点教程你都完不成，时不时呢就会降频，然后卡成 PPT， 你打字都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深有体会我这边做一个表演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我测试的这天啊，环境温度是29，然后电脑刚启动就外接一个 4K 显示屏，然后录制这个 4K 显示屏的内容啊，大家可以留意那个右上角的 CPU 频率，很快它就到了1 吉赫兹，那最后突破到800兆。那注意我打字的速度啊，你隔着屏幕是否能感受到我那种日常使用降频后的一个痛苦？那么我目前找到可用的方案，就是给它准备一个水冷的散热器。那虽然比较麻烦，但是至少有效。可是呢，像这种东西啊，并没有大厂去做，都是一些小作坊的一个手工制作。那我之前买的那个水暖，半年以后就开始脱胶，泵也不行了。有点扯远了，但是我真的是很抓狂。那一台近3万的笔记本在快到夏天呢，还没有必要开空调的情况下，日常办公拼不过一台6000多的轻薄本。然后我又去看了我16寸 MVP i9 的那个跑分要比那个非凡 S5 120P 的分数低很多这已经不是暴击了，简直就是背刺。前面看到我那个 CPU 跑分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咋就没有对比呢？首先呢，我是没有其他那个轻薄本的一个 CPU 的数据，那别人测试的我也不太相信。另外一点呢，就是我那台 i9 的 CPU 我去测试的话，那个分数在这种过热的一个天气去跑分的话，真的是实在太差了，我都不想把它给放上来所以就是只有那张图。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台非凡 S5 的全部测评。那这台轻薄本我是很满意的，就是我注重的屏幕还有散热它都做得很好。那么性能方面呢，对于日常办公、学习、观影都不在话下。那么使用过程中呢，碰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前面我已经叙述过。如果你没有特别在意的缺点那么绝对是可以考虑购买的。那么想进一步了解这台 S5 的信息欢迎留言或者入群。那么我所知道呢，都会跟你们分享。记得要3连哦，你们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好，这期就到这边，各位拜拜。